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前面的节目我和大家聊了聊月球，今天咱们继续聊太阳系内的天体火星。可能有朋友会奇怪，为什么不先聊和太阳最近的水星，却要先聊火星呢？这不是火星离咱们比较近，也比较有可能成为人类的第二家园吗？火星其实可聊的东西挺多的，关键是看您从什么角度去聊。咱们今天主要先从天文的角度去聊火星，也聊聊人们对火星生命的寻找过程。以后有机会我再和大家聊火星殖民的事儿，还会向大家介绍一下人类已经发射过的火星探测器。太阳系一共有8大行星，从距离上看，火星排在第4位，再往外就是小行星带以外的大个子木星了。不过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太阳系有个有趣的现象，以小行星带为界，小行星带以内的大行星都是固态行星，个头也都比较小，而小行星带以外的大行星一般个头都比较大，而且它们都是气态行星或者是冰行星。不知道您是否产生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想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就得聊聊太阳系的形成过程了。在太阳系形成的早期，是由气体和尘埃组成的原始太阳星云，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呈现出中心高温、外围低温的温度梯度。在这种情况下，像水、二氧化碳这样的比较容易挥发的物质，就难以在距离中心比较近的位置参与行星核心的形成。而在距离中心比较远的区域，由于温度比较低，水结成了冰，就可以以固体的形态参与行星核心的形成，从而利用自己的引力增加原行星的吸积能力。因此在太阳系的早期就已经呈现出离太阳比较近的原行星的质量比较小，离太阳比较远的原行星质量比较大的特点了。而且天体就是这样，质量越大，吸积能力就越强，吸积能力越强，就越是能吸积到更多的轻质气体，行星的质量也就会变得更大。当太阳形成后，早期的太阳风要远远的强于现在，强烈的太阳风清除了靠近太阳的轻质气体和尘埃，而那些靠近太阳的行星也就失去了大量的易挥发物质，只剩下固态的部分和少量的大气了。这就是内太阳系行星都是类地的固态行星的原因。而离太阳较远的外太阳系，由于受到太阳风的影响比较小，相反，从内太阳系随着太阳风被吹出来的不少挥发性物质，还被本来就在这儿的木星和土星给捕获了，所以木星和土星就变成了现在的气态巨行星。而当离太阳的距离进一步加大，到了天王星和海王星的时候，由于原始星云本来就是越靠近中心，物质密度就越高，因此这2个行星的周围就缺乏足够的物质来吸积，最终就形成了现在的冰行星。好，说了半天固态行星和气态行星，下面咱们就来聊今天的正题，离太阳最远的固态大行星火星。火星是离太阳第4近的大行星，它的轨道介于地球和木星之间。不过在火星轨道和木星轨道之间还有一个小行星带，那里面有几十万颗小行星，其中还包括了谷神星这颗矮行星。至于什么是矮行星，以及原来是大行星的冥王星为什么会被降级成矮行星，这个问题另找时间回答。咱们现在还是继续聊火星。如果您是通过望远镜来看火星的，您就会发现它的表面呈现出暗红色，所以在古代中国就用5行中的火来命名。而在西方，红色让人想起的是雪，而雪又和战争紧密相关，所以火星就被叫做 Mars， 也就是罗马神话里的战神。火星只比水星大一点，是第2小的大行星，半径只是地球的1半多一点，而且火星的密度也不如地球，所以火星的质量
只有地球的1/9，质量小，再加上密度小，就导致了火星的引力只有地球的38%。好在不管怎么说，这样的引力总比月球要大1倍多，因此未来宇航员适应火星的引力应该比适应月球引力要容易一些。火星的表面积大概相当于地球上陆地面积之和，考虑到火星上没有海洋，未来如果真的移民火星的话，居住面积应该还是可以的。火星有2颗天然卫星，也就是火卫1和火卫2，不过这2颗卫星的个头都非常小，由于太小，不能因为自身的引力达到静力平衡，所以火星的这2颗卫星长得都是歪歪扭扭的，不能形成一个球形。而且这2颗卫星还和月球一样，都被火星给潮汐锁定了，所以它们永远只有一个面朝着火星。在火星的这2颗卫星中，火卫1离火星很近，火星的引力还正在把它慢慢地拉向自己，估计再过个2000万到5000万年，它就极有可能达到它和火星的洛希极限，从而被火星的引力撕碎。到那个时候，没准火星就有它自己的行星环了。多数的天文学家认为，火星的这2颗卫星很可能是火星捕获的近火小行星。如果真的是这样，由于小行星和彗星上可能带有太阳系早期的信息，因此这2颗卫星的研究价值就变得更高了。说起火星的地貌，火星基本上就是一个沙漠星球，遍布沙丘和砾石。火星南北半球的地貌差异是非常大的，南半球是古老、充满陨石坑和高山的高地，其中就包括太阳系内已知的最高山奥林帕斯山，它的高度是珠穆朗玛峰的2倍多。北半球则是相对年轻、被熔岩填平的平原。在火星的南北两极还会有水冰形成的极冠和覆盖在极冠上随季节变化的干冰。除了两极，在火星部分地区的地表中也含有一定量的水冰，根据推测，可能有不少水都被冻在了厚厚的地下冰层中。这些水对未来开发和殖民火星可谓至关重要，所以它们也是现在火星探测的重点。火星探测的另外一个重点，大家可能想不到，就是火星洞穴。为什么要探测火星洞穴呢？这是因为如果火星存在着地下冰层，那么通过洞穴可能就能更容易地开采它们，同时大的火星洞穴也能比较容易地改造成未来的火星基地和火星定居点。其实人们在月球上的探测也是一样的，自从人们在月球南极附近发现了水冰的存在，大家现在在月球南极的探测重点就是寻找水冰和洞穴。目前仅火星奥德赛号探测器就已经在火星的阿贝西亚山的北坡发现了7个大型的洞穴，也许未来人类第一个火星定居点就会建在其中的一个洞穴里。说完了火星的地貌，再让咱们来看看火星的大气和气候。火星有着非常稀薄的大气层，大气中 95% 都是二氧化碳。火星表面的气压非常低，大约是地球表面气压的 0.6%， 这大概相当于地球上35000米高空的气压。所以电影《火星救援》里的沙尘暴其实产生不了什么威力。关于这点，我在我以前和大家聊火星救援那期节目里已经向大家介绍过。另外，火星土壤也不能直接种土豆，即使种出来了，也不能让人长期食用。说到火星表面的温度，火星表面的温差非常大，最低能到零下110摄氏度，最高我看过2种说法，一种说是20度，另一种说是35摄氏度。另外，火星表面的平均温度大概只比地球低30-40度。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温度要比月球好太多了。除了二氧化碳，火星大气里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气体，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关注。这种气体就是甲烷。火星的大气中含有甲烷，这个观测结果最早是在2003年
由一支 NASA 格达德太空飞航中心的技术团队提出的。2004年3月，火星快车号火星探测器和位于夏威夷世界第一绝对高峰莫纳吉亚峰的由加拿大和法国共同运营的天文望远镜的观测结果，也支持了火星大气中存在甲烷的说法。按照他们的观测，甲烷在火星大气中的占比只有10亿分之一，但就是这区10亿分之一的甲烷，让科学家们困惑不已。可能您会觉得，甲烷在天王星和海王星上不都挺多的吗？为什么在火星大气里出现甲烷就这么奇怪呢？其实，火星大气里的甲烷怪就怪在它不应该稳定的出现在火星大气里。要知道，甲烷在太阳的作用下会发生光化学反应，产生二氧化碳和水。因此，火星大气中的甲烷如果想维持一个长期的比例，就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来源。一般来讲，甲烷的来源可能是由小行星带来的，也可能是像火山喷发这样的地质活动，还可能是生物或者微生物的生命活动或它们的残骸降解产生的。然而，根据科学家们的计算，火星想维持10亿分之一的甲烷占比，就需要每年新产生270吨甲烷，但每年由小行星带来的甲烷不会超过2.16吨，而火星又很长时间没有什么显著的地质活动了，因此缺失的这部分甲烷的来源就成了问题。难道火星大气中的甲烷来自于火星上的微生物？既然目前没有在火星上发现微生物，难道这些甲烷来自远古火星微生物的遗体？无论哪种推测，似乎都是在向我们说明，火星的现在或者过去存在着未被我们发现的生物或者是微生物。当然，甲烷也可能产生于其他未被我们发现的非生物过程，就比如2005年就有科学家提出，甲烷可能由橄榄石、二氧化碳和水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产生，而这种特定的环境可能就存在于火星表面以下几十公里的地方。因此，火星上的甲烷可能与生物并没有什么关系。2013年 NASA 收到了好奇号火星探测器发回的数据，数据显示火星大气中似乎并没有甲烷。然而 ESA 的研究表明，甲烷在火星大气中的分布似乎并不均匀，而且这种分布和水汽的分布相当一致，这似乎又增加了甲烷和生命的相关性。看来，火星现在和过去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个谜题只有等待新的观测数据了。说到生命存在的证据，还有一个不容忽视，这就是1984年由美国南极陨石搜索计划小组在南极艾伦丘陵发现的艾伦丘陵84001号陨石。这颗陨石被认为来自火星，它是在 1.3 万年前降落在地球上的。科学家们在它的内部发现了一些生命存在的迹象，就比如在陨石中发现了属于有机物的多环芳香烃，这很可能是由微生物腐朽产生的。当然，所有这些发现都是在已经排除了地球生物污染可能性的前提下做出的。陨石的种种迹象似乎都是在向我们表明，火星存在生命，至少是曾经存在过生命。正是这些相互矛盾的证据，让火星生命成为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科学界一直对此事争论不休。好在，不论是火星是否存在，或者是存在过生命，人们已经把自己探索的目光投向了这里。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能够拿到更充分的证据来证实火星是否存在过生命。好，关于火星，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至于登陆火星和移民火星，我将会另做节目向大家介绍，欢迎您持续关注。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
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